今天為各位介紹 Obsidian 的外掛 Mouse Tooltip Translator。當我們在 Obsidian 裡面閱讀外文的時候，還是一字一句的把內容給複製起來，再貼到 Google 翻譯裡面去取得它的中文的翻譯嗎？那在今天為各位介紹的這個翻譯，就可以很有效的解決複製貼上的繁複操作。只要把游標移到某個單字上面，它就會立刻顯示出它的中文翻譯。同時也可以複製一段文字以後，透過大語言模型將中文的說明馬上翻譯出來。這樣子的學習效果比我們使用複製貼上剪貼簿的方法快速了非常多。今天就為大家來介紹一下如何來設定 Mouse Tooltip Translator， 以及它應該要如何使用，而且為大家介紹如何跟大語言模型能夠做完美的整合。Mouse Tooltip Translator 主要有3項即時翻譯的功能。第一個就是滑鼠游標懸停，當我們將滑鼠游標移在某個單字上面的時候，它就會立刻做翻譯的操作，這樣子就可以很快的了解這個單字它的意思。第二類的即時翻譯是我們選取了一段文字以後，它會馬上根據你的選擇使用 Google 翻譯或者是大語言模型，馬上就会將這一段選取的文字給翻譯出來。例如這邊我們選取了一段文字，它就會透過大語言模型将內容給顯示出来。那第三個就是整頁的翻譯了，例如這邊有一篇完整的演講，就可以使用命令面板裡面找到 Mouse Tooltip 的命令，立刻就将它給翻譯出来，就是用這個 Translate Current Page， 它就會立刻做全篇的翻譯了。這邊先執行一下，讓這一篇馬上透過大語言模型做翻譯。主要的 Mouse Tooltip Translator 就提供了這3種即時翻譯的功能，對於我們在閱讀外文的時候可以有很方便的操作。同時我們所有看過的單字或者是选取起来翻譯过的文字都會列入生字本，我們就可以在右邊的側邊欄將內容呢顯示出來，也可以看這個點擊的次數來了解我遇到這個單字到底它做了幾次的翻譯。我們可以選擇單字，這個就是單字的部分，也可以選擇句子，這個就是生字本的部分。這個外掛提供了下列的這一些翻譯的引擎，我們可以選擇我的翻譯要使用哪一種引擎。這3種即時翻譯都可以選擇不同的翻譯引擎。例如這個 Hover Translation， 因為要立即就做翻譯，因此我們可以選擇比較快速的 Google 翻譯。後面這2種就可以選擇大語言模型，可以根據你所擁有的大語言模型的類型來分別設定。它有 Google、有 DeepL、Bing、Yandex、Papago、OpenAI 相容的 API， 或者是本地的大語言模型 Ollama 或者是 LM Studio， 通通可以做好設定。在這邊我有把 OpenCode 如何來做好設定特別的顯示在這個地方。只要進入設定頁面以後，找到 Engine Settings 這一個區塊，在這個裡面就可以針對這3種即時翻譯的類型分別來指定它要使用 Google 翻譯或者是 OpenAI 相容的 API， 或者是其他的翻譯引擎都可以来做設定。我們來看一下範例，先進入設定，再點擊第3方外掛程式，輸入 Mouse Tooltip， 找到以後點擊選項，然後在這邊當然就要把它啟用起來。如果你在看一個中英混雜的文章，不希望啟用這個 Translator 這個功能的時候，你就可以用 Ctrl+P 在命令面板裡面先把它給停用，不必再到設定裡面呢設定成不使用，直接就可以在命令裡面直接停用即時翻譯的功能。在這一邊就可以看到桌面版或者是行动設備版，它都有支援，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來決定是不是要在桌面啟用，然後手機不啟用，这個可以自己做選擇。往下就可以看到你希望翻譯的目的語言，在這個地方就選擇繁體中文，各位可以根據自己的需要來切換不同的語言。接着就是這個 Engine Settings， 在這邊就是透過Engine Settings 來選擇翻譯引擎。在這個地方滑鼠懸停就是直接使用 Google， 這樣子可以收到比較快速的反應。另外在 Text 的 Translation 跟 Page 的 Translation 我通通都是使用 OpenAI 相容的 API。當你選擇了 OpenAI 相容 API 的時候，就會需要在下方來指定網址還有 API Key。如果你是使用 OpenCode 的話，在這個地方就使用 OpenCode .ai， 然後/Ren/Go， 這個就是使用 OpenCode Go 這個訂閱的時候就是使用這樣子的網址。如果你要透過 Ren 的話，就是把/Go 給移掉就可以了。當然你自己的 OpenAI 這個內容就會預設用 api.openai.com， 各位可以自行設定。接着就是把 API Key 給貼進來。
然後接着再選擇你的 model。那這個 model 最左邊不需要加上 OpenCode 减號 Go 斜線，或者是 OpenCode 减號 Zen 斜線，只要直接寫上模型的名稱就可以了。如果你是使用 Free 的模型的话，記得在这個後面再多加上一個減號 Free。到底可以使用哪些模型呢？你就是到 OpenCode 的網頁直接去查就可以。後面當然還有一些額外的對於大語言模型的控制，你可以自己再來做設定。以上其實就是很簡單的就可以把設定做完成了。這個生字本就是直接從 mini 面板裡面開啟它就會在側邊欄顯示出來了。我覺得作者可以再增強的功能就是複製的功能。現在所有的翻譯都沒有辦法複製到剪貼簿，也就沒有辦法再另行利用了，這是有點可惜的。我希望作者可以比如說在生字本的翻譯上面多加一個複製的按鈕，讓我們可以複製到剪貼簿，這樣子我就可以拿這一些翻譯後的文字再來做利用了。這個是希望它可以增強的部分。那另外要提一點的就是這個功能其實是 Chrome 的一個擴充的改寫。各位如果你在 Chrome 瀏覽器裡面也想用到這個 Tooltip Translator 這個功能的話，可以到提供連結的位置自己再去安裝到你的 Chrome 瀏覽器。接着我回到刚刚翻譯的那一篇文章，各位要記得它的整篇翻譯必須是在閱讀模式才有辦法執行的。那執行完以後，我們就可以看到它會逐步的把翻譯好的中文就直接顯示出來了。從左邊的側邊欄這邊可以來切換，到底我是要顯示中文還是要顯示回原文。那在這邊可以直接做切換，例如我們點擊了一下以後，它就會把翻譯好的中文呢又換回原來的原文。那我再點擊一下呢，它就會又切換回中文。在這個網頁裡面才可以做複製。這個就是今天為各位介紹的 Mouse Tooltip Translator， 希望對於各位在閱讀外文的時候能夠提供一些幫助。如果你覺得我介紹的 Obsidian 技巧對於你在使用 Obsidian 上有幫助的話，請各位記得訂閱、按讚、分享，並且透過超級感謝來支持我錄製以後的教學影片。今天介紹到這邊，謝謝各位。